没有棉被的冬夜，古人靠什么活过那道鬼门关？各位老铁，家人们，今儿咱聊一个你绝对想不到话题，古人过冬。你今天要是半夜踢掉棉被，最多是冷醒，翻个身骂一句这鬼天气，然后再把被子裹回来，继续呼呼大睡。可在1000多年前，一个没有棉被的冬夜，很多人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因为那种冷不是不舒服，是会要命。别觉得我在吓唬你，对宋朝以前的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冬天不是诗里那种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浪漫，不是围炉煮茶的小资情调，不是红泥小火炉的文艺范儿。冬天是一年里最像鬼门关的一段日子。今天咱们就把这个问题彻底讲透，掰开揉碎了唠。没有棉被，没有羽绒服，没有暖宝宝，没有空调，没有电热毯，甚至连一盆像样的炭火都未必烧得起古人到底靠什么熬过寒冬。要是你也喜欢这种把一个老问题讲出新味道，把历史里那些犄角旮旯的事儿给你扒的底儿掉的内容，先帮我点个订阅。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一句，你觉得古人过冬最难的是冷，是饿，还是穷？咱们现在直接进入正题，不扯犊子，直接上硬菜。先说一个最核心的判断，宋朝以前的人熬冬天靠的不是一件什么神兵利器，而是靠一整套土办法硬撑。房子要挡风，身上要叠穿，床铺要垫厚，屋里要守火，嘴里要吃热，晚上要挤着睡，白天要顺着日头活动。说的更直接一点，古人不是靠一床棉被活下来的，他们是把整个家、整个灶间、整个作息，甚至整家人的体温都调动起来，才把那个冬天挨过去的。现代人保暖像开机器，冷了开暖气，冷了加衣服，冷了拿热水袋，手指头一按，温度就上来了。古人保暖像打仗，每一个细节都得算，每一个缝隙都得堵，不然热气一漏，人就发抖，一发抖就得病，一得病可能就过不了这个冬。这不是夸张，这是实打实的生存博弈。第一道防线，把房子变成堡垒，很多人总以为古人的房子四面漏风，冬天肯定冻得像冰窖。其实也不能一概而论，古人很早就知道，想过冬，第一件事不是穿多厚，而是先把风挡住。北方的房子常常墙体厚，窗子小，门口会加门帘，窗缝和门缝会拿纸、布草、泥一点一点糊严。今天我们觉得这很土，可在没有玻璃窗和保温层的时代，能不能把冷风堵在外面，就是一家人能不能睡个安稳觉的关键。你别小看那一层纸，那一圈草绳，那一坨泥巴，他们拦住的不是一点点风，而是夜里能钻进骨头缝里的冷气。有钱人家在这方面当然更讲究，他们住的房子本身条件就好，木料厚，屋子深，窗门更严实，帘子更多，有的还会在墙体和地面上做文章。墙越厚，白天存下来的热越不容易跑光，屋子越深，风就越不容易穿堂而过。再加上门内套门帘，帘后套帘，人在屋里待着，体感温度自然高得多。说白了，古代富人最早靠的不是科技，而是拿大量材料去换一点点温度。墙厚一点，木门重一点，帘子多一层，别人冻得打哆嗦，他们就能少受很多罪。可穷人呢？穷人住的是土屋、草屋、木屋，最怕的就是风从各个角落钻进来。遇到这种情况，古人最土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堵，拿稻草塞，拿旧布塞，拿泥抹，拿纸糊，哪里漏补哪里。屋顶怕雪压塌，墙角怕进风，窗纸破了要赶快补，门缝太大要塞草帘，有的人家屋外还会临时堆土、堆柴、堆草垛，相当于给墙外再加一层挡风带。今天我们看着可能觉得寒酸，可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是今天晚上孩子会不会冻得哭，老人会不会喘不过气的问题。你想想那个画面，腊月里北风跟刀子似的刮，一家老小蹲在屋里，男人拿着泥巴和草绳子，一点一点把墙缝糊上，女人在灶台边烧着一锅稀粥，热气腾腾的往屋里送一点暖意，孩子缩在角落里，老人裹着不知道缝了多少层补丁的旧袄，眼巴巴的看着那扇怎么都关不严的门。这就是古代大多数普通人冬天的真实写照。第二道防线，火，就是命，除了挡风，第二件事就是生火。只要火还在，冬天就不算全输。古代最常见的取暖方式当然就是烧火。
大户人家会用炭盆、火炉、暖阁，甚至有条件的还会做成半固定的火道，让热气沿着墙体和地面慢慢散开。你可以把它想成很早期、很原始的地暖系统，它肯定比不上现代暖气，可在当时已经相当了不起了。宫廷和豪门里的冬天，其实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惨，因为他们不缺柴，不缺炭，不缺人伺候。炭火在冬天不是情调，是阶级。谁家能整夜不断火，谁家就有资格把冬天过成日子。谁家火一灭，冬夜马上就变得吓人。火盆是最常见的东西，看起来就是一个盆，里面装炭或者木块，可你真别小看它，对很多人来说，那是一家人晚上最重要的中心。屋里的人围着火盆坐，手伸过去烤，脚也往前凑，孩子贴着大人，老人坐在离火最近的位置，大家说话、吃饭、补衣服、择菜，甚至打瞌睡，全围着这一点火。今天的人围着电视，围着手机，古代的人围着火。那点火不只是热源，也是家里最安稳的地方。尤其天黑以后，外头北风一吹，门缝里呜呜作响，屋里只要还有一盆红火，人的心就没有那么慌。可问题来了，炭和柴都要钱。现代人有时候会忘记，古代的燃料不是随手一按就来的，它是要砍、要运、要买、要存的。木柴要上山砍，柴多的地方离城远，运进来还要人工。木炭更贵，因为它不是天然就在那儿，得先把木头烧成炭。你今天看到火盆里安安静静的一盆炭，背后可能是好几天的劳力，好几道工序。穷人为什么怕冬天？不只是因为衣服薄，也因为火太贵。你想保暖，先得有资格烧东西。很多穷人家到了深冬，火不敢长时间烧，只能烧一阵停一阵，人也跟着一阵暖一阵冷。最惨的是半夜，白天好歹还能动，夜里火一熄，冷意马上就爬上来了，从脚底板一直钻到后脊梁骨。所以普通人过冬的真正本事不是一直烧火，而是把火用到极致。做饭的时候顺便烤屋子，烧水的时候顺便暖手，灶边要做人，灰里要埋余火，晚上火不灭到一点不剩，要留下火种。今天的人觉得省电，古人那才叫真醒，能把一锅饭做出来的同时，把炕头烘热，把热水烧好，把火种保住，才算一个会过日子的家。很多家庭主妇和老人，冬天最重要的活不是闲着，而是看火。火太旺废柴，火太小不顶用，火熄了全家发抖，火流对了，第二天一早还有一点红心，轻轻一拨又能起来。那一点火种就是古代人家里冬天最宝贵的命根子。北方的人更聪明，他们慢慢发展出一种特别实用的办法，把灶火和睡觉的地方连起来。白天做饭，火从灶里烧热，热气沿着下面的通道走，把上面的土台子和墙体一起烘热。到了晚上，人就睡在已经存了热的炕上。这个方法有多高明？它不是额外取暖，而是把做饭和保暖合二为一。穷人哪有那么多柴白烧？既然一天总要烧饭，那就让烧饭顺手把全家最重要的那块地方弄暖。这种思路非常古人，也非常现实，不讲究好不好看，只讲究能不能活。你今天若去一些北方农村，还是能感受到这个智慧。冬天外面风刀子一样刮，屋里只要炕热了，人立刻像被一块大暖石抱住，那种从后背传过来的踏实感，比什么暖气都来得实在。但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炕，也不是所有人家都有条件做得那么好。更多普通百姓住的是土屋、草屋、木屋。遇到这种情况，除了堵缝，还有一个办法，在屋外堆东西挡风。有的堆土，有的堆柴草，有的干脆把牲口棚搭在紧挨着住屋的地方。我们今天会觉得不卫生，可在冬天，这反而是一种现实好处。牲口也是热源，灶间也是热源，谁家屋子靠近灶，谁家有牲口在旁边，冬夜的体感就会好很多。古人不是不知道干净重要，而是在那个条件下，先保暖再讲究。只要能让屋子里多一点温气，能让人少抖一会儿，那就是好办法。第三道防线，穿成行走的草包，说完住，再说穿。
很多人一听宋朝以前没有棉被，就会顺嘴以为古人也没什么像样的冬衣，其实不完全对。古人不是没有保暖材料，而是没有后来那种又轻又便宜又好铺开的棉花体系。在棉花真正普及之前，能御寒的材料主要有这么几类：皮、毛、丝、麻、革、毡、纸，还有各种能塞进衣服里的杂物。但这些东西的效果和价格差得非常大。最好用的当然是皮毛、羊皮、狐皮、貂皮、鹿皮，甚至熊皮都能挡风保暖。问题是这些东西贵得很，不是一般人能碰的。有钱人冬天穿球衣，里面毛朝里，外面皮朝外，走路都不太怕风。穷人呢，别说狐皮，能有一件厚一点的麻衣都不错了。所以普通人的穿法不在一个厚字，而在一个叠字，里面一层，外面一层，再加一层旧布、旧衣，衣服不够暖就往里塞东西，塞什么？乱麻、碎布、旧絮、芦花、柳絮、鸡毛、稻草，能塞的全塞进去。今天我们看着会觉得硌得慌，也不卫生，可在那个时代，他们至少能在身体和冷风之间垫出一点空气层。保暖这件事儿，说到底就是不让热跑太快，哪怕材料再差，只要能让衣服鼓起来，能让风直接吹不到皮肉，人就能多撑一阵。所以古人的厚不一定高级，但一定笨重。很多穷人的冬衣穿上身不是好看，而是像把自己包成一个会走路的草包。你想想那个画面，一个人裹着塞满稻草和碎布的麻衣，走起路来戳天响，远看就像一个移动的柴草垛子。可人家暖和啊，至少比冻得嘴唇发紫强。鞋也很关键，现代人总觉得上身最重要，其实冬天最先难受的往往是脚，脚一冷，整个身子都撑不住。古人没几双像样的棉鞋，就得在鞋上做文章。有钱人用皮靴、厚底鞋，里面垫毛，普通人多半是布鞋、草鞋、麻鞋，冬天就得往鞋里塞草、塞絮，甚至塞纸。脚底板下面垫得越厚，冷气就越不容易从地上往上钻。还有人会把裤脚扎紧，把腿包住，减少冷风灌进去。你看古人的很多冬装，说好看真不一定，但为什么都显得层层叠叠？就是因为他们太清楚了，风最怕有缝，人最怕漏风，头脸也不能忽略。北方的冷风不是闹着玩的，吹脸像刀割。古人没有什么羽绒帽，可会用布巾、皮帽包头，布耳套去挡，头一暖，耳朵不痛，整个人就能撑住。手呢，就靠揣袖子，靠手炉，靠互相搓。你会发现古人的很多动作其实都是保暖动作，缩脖子、揣手、跺脚、蹲着、靠墙朝南晒太阳。这不是懒，是经验，身体怎么摆，热就怎么流。古人没有人体工学这4个字，但他们知道怎么让自己少散热。还有一个现代人很少想到的材料纸。今天很多人一提纸，只想到写字画画。其实纸在寒冷季节非常实用，因为它挡风，窗子要糊纸，衣服里面能夹纸，鞋里能垫纸，帽子能夹纸层，甚至有人会做纸衣、纸被。别笑，这不是穷到离谱才这么干，而是纸纤维本身就能挡风，叠起来以后也能存一点空气。尤其到了造纸技术成熟一些之后，厚纸经过捶打变柔软，再缝进衣服里，真能起到不小的保暖作用。它当然比不上棉花，但比单层麻布强太多了。古人很多生活智慧都这样，不是最舒适，但胜在便宜、现成、顶用。你若真在一个没有暖气、没有棉被的时代里待过，就会明白，哪怕多挡一层风，半夜都可能少醒好几次。第4道防线，睡觉冬夜里最大的鬼门关，白天还能晒太阳，还能走动。夜里一躺下，人最危险，因为睡着之后人不动了，身体产热变少，外面又是一夜最冷的时候。很多古人能不能熬过一个冬天，不是看白天，而是看夜里。富人家好办厚褥子、皮褥子、丝棉被，多层垫、多层盖，床架高一点，离地远一点，围帐一放，相当于把人裹在一个小空间里，热不容易散。穷人怎么办？办法很直接，垫厚盖多，挤着睡。垫什么？稻草、麦秸、干草、旧席子，破布能垫多厚垫多厚，因为地气最寒。
床若太薄，冷会从下面一直顶上来。你没睡过那种直接铺在地上的草铺，你不知道那种感觉，后背像是贴着一块冰，寒气一丝一丝往骨头缝里钻，你怎么翻身都躲不掉。盖什么？麻布被、葛布被、旧衣裳、皮袄，甚至把白天穿的衣服晚上全盖上去。有的人家一床被不够，就把全家衣服全压在最上面。你今天看着像笑话，可对古人来说，这就是实打实的保命法子。再不够呢，几兄弟挤着睡，母子挤着睡，老人夹在中间。现代人讲个人空间，古人冬天先讲活命空间。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不是条件差，是最天然的暖炉。人身上的热比你想象的重要的多，尤其孩子和老人最需要靠着别人的体温过夜。你想想那个画面，一家5、6口人挤在一张铺满稻草的土炕上，身上盖着乱七八糟的旧衣裳和麻布片子，孩子缩在爹娘中间，老人贴着墙那头，一家人跟叠罗汉似的，半夜谁翻个身，所有人都得跟着调整。可就是这样挤着，那一团人气的温度就是他们对抗寒冬最有力的武器。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睡前先把被窝弄热。怎么弄？最简单的是把烧热的石头、瓦片、陶罐或者灌了热水的器具先放进被窝，等暖一点再拿出来。后来大家熟悉的汤婆子其实就是这种思路的延伸，虽然真正普及和精致化是在后来，但热水暖被窝这个逻辑古人很早就懂了。你想想，冬夜里最痛苦的不只是冷，而是钻进一床冰凉被子那一下，现代人很多都受不了。别说古人，谁家若有办法先把被窝暖热，那简直就是冬夜里的顶配享受。哪怕不是棉被，只要被窝先暖了，人就能把自己身上的热尽快留住。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古代室内烧火最怕的就是烟和闷气，尤其屋子本来就封得严，门窗又全堵住，炭火要是烧得不对，很容易出事儿。火灾、闷气、一氧化碳中毒，这些在古代冬天都不是小事儿，所以很多人家会留一点缝，不敢完全封死。你看，又是一个很现实的难题，风挡得太死，人可能闷，风流得太大，人又冷，古人过冬，很多时候就是在这样的两难里来回找平衡。我们今天觉得保暖就是温度上升，可对他们来说，保暖还要考虑火会不会灭，烟会不会呛，屋会不会着火，每一份暖后面都藏着风险。第5道防线，吃肚子里有货，身上才有火吃，也是过冬里极关键的一环。现代人冷了想喝热饮，古人更是如此，因为身体要发热就得有热量。古代人过冬讲究吃热，吃后吃能顶饿的，粥要热，汤要热，饭刚出锅最好，哪怕只是粗粮，只要热气腾腾喝下去，人也会缓过来。北方人爱面食，爱汤饼，爱热粥，不只是口味，也是为了过冬。冬天里那一碗热汤下肚，能把整个人从冻僵的状态里拉回来，那种感觉就像你大冬天在外面冻了2小时，进屋灌了一大碗滚烫的羊肉汤，从嗓子一直暖到胃里，整个人活过来了。再有条件一点的家庭，会多吃一点油，多吃一点肉，多喝一点带热性的汤。肉和油在寒冷天气里很重要，因为它们能顶饿，也更能撑住体力。古人没热量表，但他们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肚子空的人更怕冷，吃的实一点的人脸色和手脚都不一样。酒也会用，但酒在古代不是人人都能敞开喝的保暖品，少量热酒确实能让人暂时觉得暖，尤其在外面赶路回来喝一口，人会舒服很多。可真正过冬只靠喝酒，那是误会。酒一上头，人可能觉得热，实际上身体散热反而快。所以聪明的古人不会把酒当根本，而是把热汤热饭当底子，酒是添一口，热饭和热汤才是护命。你再往深一点想，穷人冬天最怕的其实是又冷又饿。冷一点还能忍，多裹一层破布，多塞一把稻草，咬咬牙也就扛过去了。可要是又冷又饿呢，那就不是难熬，是崩盘。身体没有热量来源，再怎么裹都没用。你见过那种饿得皮包骨头的人吗？他们到了冬天，身上连一点脂肪都没有，根本没有产热的基础。那种冷是从骨头里往外渗的，是你塞多少草，糊多少泥都挡不住的。所以古代为什么常有施粥、施柴、施衣、开仓赈济这些事儿？
不是作秀，是真有需要。到了严冬，一些地方官府、寺庙、大户、善堂会拿出柴粥衣物帮助穷人，因为不这样做，城里城外真可能冻死人。你看古代很多赈济记录，冬天总是特别紧张，不是没有原因。人冷一点还能忍，若又冷又饿，再加上病，家里很快就撑不住。一场大雪封路，断粮加上断柴，那就不是熬冬，那是渡劫。第6道防线，改作息，跟着太阳走古人，过冬还靠一个现代人很少想到的办法改作息。冬天天短，天一黑温度就往下掉，所以很多人会提早收工，提早回家，提早关门，提早睡。不是他们懒，而是夜里耗着太亏。你多点一会儿灯，多坐一会儿，冷就多亲一分，屋子就多花1分油、1分柴、1分力。古人很多日常安排其实都是顺着冬天来的。天亮再出门，太阳高一点才干重活。中午那阵暖一点时赶紧做事，太阳落了就慢慢往家收。穷人当然不会因为冷就完全不干活，可他会本能的缩短在寒风里暴露的时间。现代人不太能体会这种按太阳过日子的节奏，可对古人来说，这就是生命。你想想那个画面，腊月的清晨，天还没亮透，男人缩着脖子从被窝里爬起来，趁着晨光赶紧去井边挑2担水，太阳升高了，暖和了一点，赶紧下地干一阵活。日头偏西了，风又硬了，赶紧收家伙回家。一进门，女人已经把灶台烧上了，热粥冒着白气，一家人围着灶火，把今天最后的一点时间熬过去，然后早早钻进那个塞满稻草的被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8个字听着多诗意啊，可你真搁到冬天去理解，那就是一句保命口诀。第7道防线，心里得有个盼头，再往深一点讲，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东西，心理支撑。古人为什么那么重视节气，那么盼立春，那么喜欢数9？因为在漫长寒冬里，心理支撑也重要。你明知道没有棉被，没有太多炭火，这种冷一时半会儿不会过去，人就特别需要一个盼头。冬至到了，数9开始，一天一天数，数到99，春天就近了。为什么古人喜欢画99消寒图？一天描一半梅花，描完81半，冬天就过去了。寒天里喜欢念叨什么时候出9，因为当日子太冷、太苦、太长的时候，人得告诉自己，今天又熬过去一天了。对今天的人来说，冬天只是一个季节；对很多古人来说，冬天是一段必须咬牙通过的时间隧道。人若没有盼头，再厚的草铺也没那么好躺。你看那些流传下来的数9歌谣，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沿河看柳，听着像儿歌，其实背后全是苦中作乐的任性。一天一天数着过，不是闲的，是因为不数着就觉得自己撑不下去。阶层照妖镜，同一个冬天，2种天气说到这里，咱不能只讲智慧不讲残酷。古人能熬冬天，不代表冬天不死人，恰恰相反，在棉被和稳定燃料没有普及之前，寒冬是非常凶的，尤其遇到大雪、霜冻、灾年，粮食不够，柴草又贵的时候，老人、孩子、病人最危险。今天的人很容易把古代想成一个很慢很美的世界，可一到冬天，那种冷是非常具体的手冻裂，脚冻肿，耳朵生疮，晚上咳嗽不止，早上起不来，都是很常见的事儿。一个人若平常就吃不饱，衣服薄，屋子漏，到了深冬根本没有太多缓冲。我们今天说熬冬，那时的人真的是在熬。这也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宋朝以前的人不是没有保暖办法，而是这些办法非常依赖资源。你有钱，冬天就是冷一点；你没钱，冬天就是一道坎儿。同样一场雪，落在皇宫是雪景，落在富户门前是天降雅士，落在普通农家门口就可能是灾。贵族和百姓在同一个冬天里感受的是2种天气。有钱人能关门生炭，穿裘皮，盖厚褥，喝热酒；穷人只能堵墙缝，攒草灰，裹旧衣，盼天明。我们今天回头看古代御寒，若只看那些宫廷里的温室、暖阁、香炉、红泥火盆，很容易误会古人其实也挺会享受。可真正占多数的人过的不是那种冬天，
他们过的是要精打细算每一把火、每一件旧衣、每一捆柴草的冬天。棉被，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那没有棉花之前，古代中国就真的没有像样的被子吗？也不是完全没有。妇人会用丝棉被，皮毛褥，被面也讲究。所谓丝棉不是现代化纤那种棉，而是把蚕丝拉松之后做成絮层，这东西轻暖舒服，但太贵，普通人根本别想。还有毛毡、毛毯，这在北方和边地尤其重要。羊毛压成毡以后，挡风保暖效果不错，很多游牧地区的人特别会用。中原地区也会接触到这些东西，只不过数量和价格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后来的棉被那样普遍走入普通百姓家。也就是说，古代不是完全没有保暖被褥，而是那种适合大多数人，价格不至于高到离谱，又能大规模普及的材料，一直没真正到位。棉花真正改变的不只是材料本身，而是让保暖第一次有可能从特权变成常见物。这也是为什么一床普通棉被在后来的历史里看起来那么不起眼，却其实非常伟大，因为它等于把过去只有贵族才能稳定享受的夜间温暖分了一部分给普通人。棉被的厉害不是最豪华，而是够用，能做大，能铺开，能让一家普通人也在冬夜里有一层像样的保护。我们今天觉得棉被就是生活用品，可若放到更早的时代，它简直像一种安静的革命。它不带刀，不写进兵法，也不出现在帝王工业里，可它实实在在改变了无数普通人的冬天。棉花普及这件事儿，对普通百姓来说，几乎不亚于一场静悄悄的大变天。它没有改朝换代的声势，却把冬天从一个让无数人心里发紧的季节，慢慢变成了一个可以认真过日子的季节。尾声，你嫌弃的那床被子是古人做梦都想要的东西，说道。最后，我想讲一句很实在的话，今天很多人嫌冬天麻烦，嫌棉被重，嫌热水袋不够热，嫌冷气太强，暖气太干。可你若真的把眼光往前推1000年，就会知道，一床普通棉被，一件保暖外套，一扇不漏风的窗，晚上能随手烧到的热水，这些看起来最平常不过的东西，其实都是无数古人做梦都想要的冬天。我们今天不是比古人更会过冬，只是比他们幸运的多。古人能活下来，靠的不是轻松，而是人，靠的是一家人守着一间屋，一点火，一锅热粥，把那个漫长寒夜挨过去。所以宋朝前没有棉被，古人怎么熬冬天？答案不是一句话，而是4个字：硬生生熬。富人靠资源熬，穷人靠土法熬，北方靠火炕熬，南方靠加衣和热汤熬，老人靠经验熬，孩子靠大人护着熬。那些看起来很普通的草垫、纸窗、火盆、旧袄、热粥、热脚水，都是他们和寒冬谈判时手里仅有的筹码。也正因为如此，后来一床棉被走进普通人家的那一刻，改变的不只是睡觉体验，而是无数人对冬天的心情。从前他们盼冬天快走，后来他们终于能在冬夜里睡得安稳一点。你若真懂这一点，就会明白，历史有时候最伟大的变化，不一定写在战场和朝堂上，也可能藏在一床不再漏风、不再冰凉的被子里。就这个故事，你就听一听。愿你今晚裹着被子的时候，能想起很久很久以前，有无数人在没有棉被的冬夜里，硬生生地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寒夜。咱们下回接着唠。